各位朋友們，大家好。师父好。今天咱們的話題是一個很神奇的能夠美夢成真。那麼在講到這個主題前呢，先說一說有個好消息，就是我們加拿大還有美國各地政府呢都相繼給我們菩提禪修、菩提禪堂來了賀信恭賀我們為社會為社區民众帶來的很多好處。來，我們讀一讀，給大家分享一下。好的，師父对，我们总共收到了呢，从加拿大来的上至加拿大总理 Mark Carney， 然後呢到加拿大的這個我們菩提禪修溫哥華禪堂所在省 BC 省的省長，所在市列治文市的市長，還有多倫多禪堂所在的省和市的省長、市長，還有3級的議會議員都發來了賀信，也有美國的硅谷禪堂所在市的市長和議員也發來了賀信。對，好，就是我們加拿大多倫多禪堂的所在地，就是安大略省的省議員他給我們發來的賀信內容中呢，說到多倫多菩提禪堂多年以禪修實踐與身心課程凝聚社區，為不同背景的人們帶來正念、療癒與身心平衡，持續為大多倫多地區注入溫暖而深遠的力量。好，那我也來讀一個來自列治文市市長馬寶定先生他的這個信中有一段這樣描述：菩提禪修以獨特有效的禪修方式連接全球。2026年溫哥華菩提禪堂的春節慶典將是一場充滿喜悅的盛會，更展現了列治文多元文化的包容。在此，謹向菩提禪修所有的籌辦者致以最誠摯的敬意和新春祝福。還有我們美國硅谷禪堂的所在地，就是 Milpitas 市的市長Carmen Montano 也發來了新春的賀信裡頭說到，硅谷菩提禪堂通過新年慶典連接傳統與社區，讓多元文化在溫暖與關懷中相遇，凝聚城市向心力，也因志願者與組織者的無私奉獻，使團結、健康與希望在硅谷的社區中持續的綻放。對，我們也就是其實我們收到了近20多封來信師父，我們在這裡也是簡短的從中呢截取了幾段跟大家分享，也是感恩這個美國和加拿大各級政府對菩提禪修的這個祝賀支持。對，我們在整個國際去弘揚菩提禪修弘揚慈悲理念像北美的這2國的相關政府都給我們帶來了一個很好的一個認可和鼓勵在此呢就深深感恩加拿大政府相關負責人員還有感恩美國政府相關人員感恩你們對菩提禪修的大力支持，謝謝。感恩師父。好，那咱們接下來就聊聊今天的話題好對，美夢成真。對，因為很多是在過去之前來到禪堂或者聽我們上課的時候，其中一個因緣讓他大腦突然間靈機一動，他就受到了點撥和啟發，之後呢實現了自己美好的願望。對，咱們今天先聊第一個看看。好的，師父我先給師父和大家分享一個來自新加坡的我們這個叫曼詩的這位女士，她發來的郵件她說：師父您好，我是曼詩，39歲了，我屬虎。那弟子從小呢，不管遇到哪位算命高人，都和我的媽媽說，你女兒命中姻緣坎坷，一波三折，甚至呢還有離婚的可能。那個時候我還小，沒怎麼在意，但隨着年紀增長，我漸漸發現自己連找一個男朋友都不容易，要麼是我喜歡的不喜歡我，要麼就是只想玩弄感情的渣男，根本沒有誠意見我的父母。時光飛逝，一轉眼我已經34歲了，還是沒有談成一個男朋友。2020年，我了解到菩提禪修有一個功德項目，是師父在溫哥華禪堂親自為大家點燃光明燈，我毫不猶豫地參與了，祈請師父為弟子照亮姻緣的前程。
點燈後不久，我收到了溫哥華禪堂的郵件和照片，告知我的燈不知為何顏色發黑，是不太吉祥的徵兆，要多加留意。那一刻，我心裡一沉，仿佛過去算命師說的話全都應驗了，我的姻緣真的坎坷。我翻開師父的《覺悟之眼看起落人生》的書中提到，想改變10年的命運，請祈福1個月；想改變一生的命運，要每天不間斷祈福1年，每天至少持誦佛號1小時。我當時痛下決心，我要聽師父的話，每天念佛至少1小時，走出命運可怕的牽制。除此之外，我也積極參加菩提禪修學院所有的線上課程。念佛的時候，我懷着真誠的心，配合師父教授的觀想方法，祈求藥師佛賜給我一位與佛有緣、忠誠孝順的好男孩。就這樣一天天的堅持着，不知不覺1年過去了。那時我35歲了。有一次遇到一位朋友，說他有一個來自法國的男同事，也還是單身，順便就幫我們介紹認識了一下。沒想到我們幾乎是一見鍾情，越聊越投機。這位男士已經在新加坡居住了18年，而且我們兩家的距離竟然只有15分鐘車程。更讓我開心的是，不到2個月，他就大大方方見了我的父母，隨後帶我去法國見了他的父母。回到新加坡後，他正式向我的父母提親。短短8個月，我們在雙方家人的祝福下，幸福地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如今，我們還有一個可愛的兒子，師父為他賜名貴和。讓我最欣慰的是，丈夫真的完全符合我向藥師佛祈求的模樣，與佛有緣，忠誠、孝順、大方，並且尊重和融入東方文化。公公婆婆也非常有修養，樂於幫助弱勢群體。我由衷的感恩這份天賜的因緣。我今天擁有的一切，都是因為當初走進了菩提禪修，聽從了師父的教導，從根本上改變自己。我會繼續努力經營好我的婚姻，學習師父的人生智慧，把愛傳遞出去。感恩師父。哎，真好啊！是很歡喜啊！對，這個曼詩姑娘哈，其實我們有看她的照片啊，師父哈，她還是長得很端莊的啊，很端莊的。你看她這個一家人啊，嫁給了這個法國老公。對。那你看我們說千里姻緣一線牽哈，這老公是近在咫尺啊，倆人就家裡就隔15分鐘的距離。這老公在新加坡也工作了18年了，可是呢，就是一直沒遇見到。後來是來了咱們菩提禪修，點了燈，然後不是他之前呢，遇到這個老公正宗老公之前呢，也遇到過其他男人。對，不是沒遇到男人。對，但是他就是交不上，當時也正忙着呢，不是交不成。是不是啊？就是命相說的爛桃花。他就是玩弄感情的，有些是不務正業的。就是跟你玩一玩，而不是說因為愛情走向婚姻。对，他們根本沒這想法，都是渣男哈。這反正是不是來跟你結婚的，就是玩玩看，就是這樣子。他当然不是，他就是不喜歡的就失望呀，对不对？所以那個時候他遇到的不是結婚的好男人，是奇怪吧？真是奇怪，所以我们也是刚看了，覺得這姑娘長得挺好的，對，怎麼就一直耗到34歲了，就怎麼就是嫁不出去？你看，對啊，那個時候就是功德缺乏不具足呀。對，就是這股正能量沒把它拖起來，遇到的都是爛桃花，記住這個詞哈，爛桃花。不是以結婚為目的的戀愛，或者根本就不是真正戀愛，或者騙感情。他有可能是這個樣子。對，所以他遇到的都不是好男人。對，因為他小時候算命的時候，那個算命師也告訴他媽說，他的這一生他命就是感情比較坎坷的。對，然後後來真的確實就應驗了。對，當今這個時代，算命師也說你感情坎坷哈，就是結不成婚的幾率特別高。
在新加坡還有比較经济比較发達的城市哈，其實很多都是單身的，是，就是年齡挺大的了，都是哈，對，都應該做奶奶級別的了，還單身。就是現在單身大齡女的越來越多了。但是經濟不發達的鄉下，幾乎沒什麼單身。如果有的話是男光棍兒，就是那女的不會單身的。對，是。所以經濟越發達，好像女單身就越多哈。奇怪。對。所以，但這位曼師呢，他也是很有緣分啊，哈。對。他來到菩提禪堂，正好呢，就碰到師父能夠在溫哥華禪堂為大家親自點光明燈，他就可能是也是有生以來開始做了自己的第一份的這樣子的供養和功德哈。對。就點了燈了。點了燈之後呢，這燈啊還出現了一些現象，就他的燈就發黑。你像我們點的燈一般都是亮的，都挺光明的，都是很好的。他的燈怎麼會發黑啊？哈，对呀，是啊，就是這個也是佛菩薩想要提醒他呢，是吧，師父？不光是提醒就是這個能量哈，為了你的這個目的的，點的燈哈，它就不會燦爛，不會放出光彩，而且是甚至是叫不好。還是燈不亮是能量，對不對？對，就是這樣。就他功德還是不夠的，功德非常貧乏，因緣所以好在後來呢，他就聽我們講哈。對。後來又讀書，讀我那個出的書《覺悟之眼》。覺悟之眼，看《起落人生》這部書，是上頭有個提醒嘛，是吧？對。你想改變一年呢，改變一生啊？是。關於念佛的做法。對。他就選擇去改變一生。每天念佛是吧？每天1小時，還真是堅持了1年。對。之後呢？結果1年之後，他就有朋友就給他介紹了一個這個朋友的同事，也是一個單身的男士對。倆人一拍即合，真的是就一見鍾情。你看都34歲了，還能一見鍾情。這委屈哭了。說咱們住的這麼不遠嗎？是吧？這麼近，咱倆就沒遇見呢。對呀，是不是啊？他錯過了30多年了。真是。對。所以這個功德特別重要。就是。對。功德夠了，因緣才會來。對。那你那個正桃花呢，就是正命天子呢就出現了。對。對，曼師也說，這位男士，他的這個所有的這個條件都符合他心中在佛前祈求的那樣。對，忠誠、孝順個性脾氣，對，信仰是隨和性，都是他要的。真是太難得了。他定做的是像大齡姑娘還能找定做的，太難了。那真是不容易。對。就感恩佛菩薩。真是感恩，感恩佛菩薩，感恩師父啊。对，在茫茫人海之中，把他倆那個叫做紅線 GPS 給弄在一起去。是。真是定做的一對兒啊。真好呀。所以要做功德。要做功德，還要做夠了，功德夠了。對，他才能夠得到他的這個美夢才能成真。沒錯了。哎呀，恭喜他們美夢成真了。恭喜！現在也是生了一個小寶寶，也非常可愛，非常感恩師父，還給小寶寶取了名字。我覺得這個曼師姑娘也是很有悟性，是吧？有很多年輕人說我不懂，我不信，對不對？一直就拖下去了，就拖老了都。是的。他呢？聽了之後他就信了，信了一做就靈驗了，你看，問題就解決了。對。真好。我覺得師父說的特別好，他還是很堅持的。對。讓他念1年佛，他真是一天也不落的堅持的念，他就是信師父。關鍵他是信。我們講佛門講信願行嘛哈。你看你有願望，那你有這個信心，那我就行動。對。師父怎麼說的，我照着怎麼做。你看就解決問題了。是。對吧？那你像當代不管在哪個國家長大的，有很多，比如說青年人哈，很多中老年人有些說，我不信，我是信的是唯物主義。你說今天這個時代，說光唯物的狀態本身就有點傻，對不對？你看，其實今天電腦電子科技到玄學裡去了，對不對？量子力學讓你怎麼解釋啊？對不對？根本就超越你已知的科學那樣的一個公式。是。对，這才是真正的宇宙。對。
对，在当代還得說我是個什麼唯物主義，那就土老帽。對。那1920年的先進語言，當代已經非常落後了。對，所以就是有這樣的人哈，有這個悟性，這叫大因緣。所以有這個大因緣的中青年朋友們呢哈，這今天的內容你要好好聽下去，好事還在後頭，非常棒哈。好。我們準備禮物了。好呀，今天呢也是因為上次我們講了2期因緣的這個直播哈，師父啊，曼師投稿了。那當時我們有承諾哈，投稿的這個朋友們呢，師父會親自送他們一本親筆簽名的新書，打開所有的心結。那不容易嘛？哎呀，很容易。人生智慧寶典。對，先是我簽字的我的書。太珍貴了，這個黑字兒，這邊，這個黑，這就是我寫的哈。對，對，親筆簽名，真正的書啊。這個送給你哈，祝你快樂。你看再送你一餅茶葉，菩提的普洱茶，陳年的哈，10幾年了哈。好，祝你們全家幸福哈，幸福歡樂，長命百歲哈，小寶貝健康成長。好，謝謝你。收到，感恩師父。那網友朋友們，如果你有一些好故事啊，或者好見證想跟我們分享的話，也歡迎就是發到我們的投稿郵箱。那你也可能像曼師一樣，能夠有機會獲得師父加持的特殊禮物哦。好的，那我們接下來還有好故事要跟師父和網友朋友們分享呢。接下來是一個也是一個很歡喜的一個求子相關的一個故事啊。這個故事的那個投稿者叫孫林，他說：“師父好，2024年3月，我有幸參加了師父在加拿大溫哥華菩提禪修學院親自帶領的提升班。課程的第一天，菩提禪修學院正好舉辦了送子觀音佛像開光儀式。當我在禮拜和供養送子觀音時，心裡藏着一個小小的心願，希望我33歲的女兒 Amanda 能夠擁有一個屬於她的寶寶。女兒結婚已經2年多了，夫妻倆一直非常堅定地表示不要孩子，只想自由的生活，不想承擔養育孩子的責任。這讓我為女兒的未來感到十分擔憂。那天，我跪在送子觀音菩薩面前，誠心地祈求，如果因緣成熟，懇請大慈大悲的送子觀音賜給我女兒一個菩提寶寶。1個月後的一天呢，我就驚訝地發現，我女兒家的門口的裝飾花籃裡竟然出現了5顆鳥蛋。禪堂的老師笑着說：“你家要添丁了呀。”我嘴上說：“不可能啊，他們不想生。”但心裡卻悄悄地升起一絲的期待。我借機對女兒說：“你看啊，小動物都來提醒你，生孩子其實沒有那麼可怕。”她只是笑笑地說：“但是我感覺這顆種子已經悄然地種下了。”到了8月，女婿突然跟我說要更加努力工作，讓女兒不用擔心生孩子的經濟負擔。我內心一震，順勢說道：“是啊，要生就趁早啊，過了35歲就晚了。”沒想到女兒竟點頭表示認同。到9月的一個週末，就是我對着送子觀音菩薩許願的6個月以後，他們突然宣布懷孕了，而且是意外的。女兒完全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懷上，因為他們一直都有避孕。我笑着對她說：“這是佛菩薩送給你的禮物，把這份福氣收下吧。”雖然她當時仍然有些無奈，但我知道他們的心已經開始轉變了。懷孕之後，女兒曾悄悄地對我說：“媽媽，我好想有一個女兒。”我一邊安慰她，不論男孩女孩都是佛菩薩的禮物，一邊還鼓勵她：“既然有願望，就要求佛保佑你如願吧。”從那以後，她每天就供佛的時候，都會默默地祈請，希望佛菩薩能夠賜給她一個健康聰明的寶寶。如果能是個女寶寶就更好了。結果真的不可思議，她如願以償，懷上了一個女孩。2025年5月9日的清晨，我的小外孫女順利地出生了。
師父還慈悲地為孩子賜名字叫林安，寓意他一生平安，智慧圓滿。如今我的孫女林安已經8個月大了，她成長的每一步都充滿驚喜和吉祥。孩子健康活潑，吃得好，睡得香。3個月起呢，這個孩子就能一覺到天亮，每天開懷大笑，見到誰都笑呵呵的，幾乎不哭不鬧。現在已經能爬能站，開始學走路，小乳牙也長出了2顆，很早就會叫爸爸媽媽了。每當我抱着他在佛前禮拜，說感恩佛菩薩，感恩佛爺爺時，他都會開心地笑。女兒和女婿更是對他寵愛有加。女兒從當初堅決不要孩子，到如今愛不釋手，這樣的轉變，連他自己都難以置信。回想這一切，從女兒堅持不要孩子，到我祈請送子觀音，再到5顆鳥蛋的吉兆，女兒意外懷孕，如願地懷上了女孩，順利生產，這每一步仿佛都充滿了佛菩薩的慈悲加持。我們全家人發自內心的感恩師父的妙法，感恩佛菩薩的恩賜，這份滿滿的幸福真的難以言表。感恩師父，感恩佛菩薩的慈悲護佑。哎，這個有點意思哈。是。哎，5顆鳥蛋，我是印象最深的。是。哎，這是個很巧合吧哈。對。哎，在門口出現5顆鳥蛋。對。是。哎，也莫名的來源哈。剛好在他許願之後。我覺得這是一個上天的啟示哈。對。哎，鳥蛋裡頭生啥來着？小鳥。沒錯了，這就是所謂的卵生啊，卵生的這個動物。像鳥類呢，都是生個蛋，蛋裡生個鳥，就是這樣的。對，這意味着呢，哎，這家的這個女兒呢，肯定要有寶寶了。哎，对。小鳥來報喜來了。對，說你閒着幹啥呀？你不生寶寶，你生吧。對，把我們這個孫林來自洛杉磯的這個師姐哈，現在可以叫她孫姥姥了，榮生姥姥了嘛哈。榮生姥姥了，對，她也是第3代了。很幸運，她2024年的時候正好來到我們菩提禪修學院，溫哥華的菩提禪修學院，正好趕上我們當時菩薩殿的開光儀式。哦，哎，那還真是挺有緣的。哎呦，特別有緣。那她呢就一直想要女兒懷孕嘛。哎，可是她這女兒女婿當時也是向往自由啊，想着哎呀不生孩子啊。哎，末法時期都這樣。對，要過2人世界啊。那他呢就默默地在我們這個送子觀音菩薩面前跪下來，虔誠地祈請。哦。哎，然後塑了送子觀音菩薩金身。那是最初開光的時候。對，也是非常吉祥啊。他正好趕上了。趕上了。哎呦。嗯。哎呀，那挺好的呀。啊。結果1個月，這個鳥就在他們家門口下蛋了。下蛋了。對。再接下來6個月，女兒就意外懷孕。意外懷孕。意外，女兒說都不知道怎麼會懷上的。對，16個月以後，寶寶出生了。對。哇，真是挺傳奇哎。真是。咱們編故事的編的也不敢編了，這也太傳奇了吧，對不對？對，是的。就是這麼神。哎，這個好。而且這個寶寶還挺可愛。對。是吧？每天很樂呵呵的還。是。哎呀，真好。這個我是聽過好多這樣子的，就是來到菩提以後，本來沒有孩子哈，然後求佛菩薩、求師父，通過做功德，求來的佛菩薩的菩提寶寶，都特別好帶，好帶，聽話，乖，對，哦，对，然後聽話乖，然後晚上也不哭鬧，哎，然後又吃得好，睡得香，對，這大人省事兒啊，是，你這好孩子越到晚上越半夜雞叫，對不對？天天叫，天天喊，哎呦，就折騰大人根本沒法休息，對，3班倒都不行，是吧？是，哎，那就累死你了，對，這孩子呢，就覺得和大人配合度特別高，就好像從小就懂事了啊，這到晚上該睡覺就睡覺，不折騰人。對，這一點大人省心了，省心，說明孩子健康啊。對，其實他睡得好哈，他身體就好，對不對？那個五臟啊五官吶都是發育的特別好，是的，健康，對，真好。特別好，那說到這個哈，我想再補充一個小故事啊，師父，也是前2天，專門有一個叫 Serena 的，也是一個新學員哈，他來報喜，
哦，他怎麼來報喜呢？他說也是1年前，2025年的大年初一，對，他也是剛來禪堂，來禪堂以後呢，也特別有幸得到了和師父1對1諮詢的這樣的機會，他當時也是和老公7年了，結婚7年，一直想要孩子沒要上，然後當時說是3年多前好不容易懷孕了，還是宮外孕，最後就失敗了，之後就再懷也懷不上了。所以見到師父以後，師父當時呢也是指導他們說，那你也去菩提禪修學院去拜一拜我們的送子觀音菩薩吧，求求菩薩幫你是有這個印象，对，他就帶着老公來了，來了以後呢也是虔誠的禮拜，虔誠的敬香，最後和老公一起送子觀音菩薩金身，結果回去以後他說3個多月之後就檢查出來懷孕了。哎呀！而且這次也不是宮外孕，是很正常的懷孕。1年之後，不1年10個月10個月以後，這寶寶就生出來了。生出來以後坐月子，剛完坐月子吧，1個多月以後，這就跑來禪堂了，說給師父點燈，給觀音菩薩點燈，這是還願嘛？這真懂事哎！哎呀，特別開心。應該保佑這樣的人。哇，所以太感恩師父了，你看。太好了這真的也是就是夢想成真，夢想成真。我們這個學院的這個送子觀音菩薩真是愛眾生啊。是。对，我覺得這種情況咱們這個禪修學院應該為一些大眾這個廣大希望懷孕但是又不太方便懷孕的這些朋友們呢開一道這個方便之門。太好了。讓大家不管他住在世界各地是吧？他有一份功德，希望這個送子觀音菩薩就能夠幫助到他。哎呀，真是！咱們要做這樣一個方便的一個度眾生的方法。感恩師父。給大家帶來真正的好處。好的。對。好，那我們盡快推出。好的。這樣的功德好的，感恩師父。那也得給他們禮物。好我們先給這個洛杉磯的孫林孫姥姥，還有他的這個孫女兒好。給這位孫林。你看今天呢送你個禮物你看是這樣一個小香爐。這個香爐如果僅僅看它是一個物件也不是多貴，對不對？但是它對於這個人的生命的意義就大了，就代表着什麼？香火鼎盛。中國人都懂得香火鼎盛啥意思呀？就是子孫繁榮昌盛。子孫興旺的意思，不是不生要多生幾個你看現在就缺人口多生。還有如果說孩子都生了之後呢，事業興旺。第三呢，聚財聚福。它是一個多用途的一個東西甚至說你會獲得至高無上的權利。真好，那就是家族興旺它的意義是這樣子的對，所以這個香爐很重要就這個香爐呢，送給孫林姥姥祝你們全家非常的興旺興盛，還有寶寶健康成長。收到，感恩師父。好，來香咱們這個菩提香可好了。這個藍管的是檀香，這是很純的沒有化學料的。這個台灣某著名這個香廠是做的最好的香我們在這裡來代理銷售這個香呢也能把你的心意呢傳達給神佛菩薩這樣的話讓神佛菩薩呢更記住你，更加愛護你好的，謝謝。感恩師父。好，那我們 Serena 再給 Serena 也給一份禮物好，給來好，他離這住的不遠是，咱給他給一點大物件好吧？太好了。你看一盒台灣老茶，這個老貴了，真貴是。因為我在台灣買的話，這一盒的話多少錢呢？好几百美金的是，对，很香。对，你看這個茶壺，你看多漂亮，好美啊！要多漂亮有多漂亮你看看，很美吧？是呢你看多吉祥是有。你看还有這個，對，帶有靈性的風景畫，充滿了無限的禪意夜色星空還配着2個，你看漂亮的小茶杯這些呢，
其實都帶有長壽，還有聚集財富啊，還會增加情緣，2個倍哦，是不是啊？能得到好朋友的支持哈。好，收到。好，師父，好，感謝。好，接下來還給師父和網友們帶來了下一個故事啊，是個上頭香安太歲讓全家更吉祥。師父好，我叫錢明，來自馬來西亞甲洞禪堂。2025年是我和先生的本命年，我們都屬蛇。年紀大了以後，我越來越相信命相了。因為前2年我們犯太歲的時候，一向身體強壯的先生突發有些狀況，被送進了 ICU 加護病房，所幸搶救及時，才保住了他的性命。至今想起來仍然心有餘悸。步入中年的我們，上有年邁的父母，下有4個還在讀書的孩子，我們既要照顧家庭，還要打拼事業，又遇上夫妻雙雙本命年，這讓我倍感壓力。2024年年末，我來到甲洞禪堂，為我和先生點了安太歲燈，又為全家人點了光明燈，還迎請了手串和菩提紅色衣服。我只有一個願望，不求大富大貴，只求全家平安吉祥。2025年初，我在 YouTube 上看到金菩提宗師的慈悲開示，新年到禪堂上頭香，念佛祈福，可得佛菩薩護佑你1整年。於是，就在2025年的除夕，我就帶着全家老小一起到甲洞禪堂上頭香，念佛祈福。從那以後，每逢大活動，我都會和家人一起到禪堂點燈念佛。漸漸的，我發現我們全家人都越來越好了。先說說我父母的方面，我們夫妻雙方的父母們今年都健健康康的。去年我家婆身體很差，3天2頭就往醫院跑，讓我很是擔心。如今看到他們都健康平安，安享晚年，我們心裡很踏實。再說我孩子方面的事兒，我的大女兒呢，今年18歲了。她原本憂慮考學的問題，今年卻格外順利地考上了理想的醫科大學。而我的其他的孩子們也備受鼓舞，學習更有動力了，成績一個個都有明顯的進步。看到父母孩子們平安吉祥，我們已經心滿意足了。但沒想到啊，佛菩薩還為本命年的我們準備了更大的驚喜。我們的事業方面，就是我先生呢從事銷售的工作，這幾年市場不景氣，業績只能靠老客戶支撐，開發新客戶幾乎成了天方夜譚。2025年3月，貴人出現了，為我先生介紹了一個大客戶，讓他的業績呢一下提升了3成。同事們都驚訝地說：“你太幸運了，這真是從天而降的好事啊！”他笑着說：“因為我在菩提禪堂過年的時候上了頭香。”我開了一家補習中心，這2年競爭激烈，新的學生寥寥無幾。我本來打算把精力全放在現有的學生身上，對招生已經不抱任何希望了。沒想到家長看到我專心輔導他們的孩子，竟主動還幫我介紹新的學生。還有一位家長熱心地替我牽線，讓我進入學校推廣。學生絡繹不絕地來報名，竟然招滿了24位。我不得不停止招生，這是我從業16年以來第一次遇到招生爆滿的情況，竟然還發生在我的本命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讓我驚喜萬分。我心中無比的感恩，我知道這所有的一切僅憑個人的能力無法做到，而是佛菩薩慈悲加持的結果。本命年的神奇經歷讓我深深地體會到，本命年犯太歲並不太可怕，只要能依據金菩提宗師的開示，點安太歲燈，上頭香，虔誠念佛祈福，平安吉祥就會隨之而來。2026年新年即將到來，我們全家早已約定，新年除夕夜要在禪堂見，上頭香念佛祈福，願赤馬年更吉祥。
真好。我们这个来自马来西亚的钱明啊，对，这个师兄还有他的夫妇俩，对，去年他们属蛇，都是本命年，两个都是本命年啊。哎呦。对，然后你像他们是家里的顶梁柱啊，上有老下有小的，对啊，这压力太大了。对呀，那是出不得事儿的呀。对，无论是经济事業上面有問題，還是身體健康有問題，那家裡都承受不了啊，令人害怕啊。但是結果呢，這一年下來，他們平平安安、順順利利的，對，而且還事業上還有了特別好的這樣的發展。是，對，就是。這不可思議啊！不像是本命年應該有的收穫，但是他們都有了。對，其實有一個關鍵點，他們就是在新年的時候，因為聽了師父的開示嘛，知道本命年不容易過，就到禪堂先為他們自己和家人都點了那個安太歲燈。對啊，哦，這個還做了，對，還上頭香。對啊，大年初一上頭香。就是一般來說哈，你就特別謹慎的去度過這個本命年哈。能夠基本平安不出災禍就是萬福，就是，而且人家還事業得以發展。對，我覺得這不是本命年啊，這個簡直是一個興旺年。對，簡直就是順利的年，是。哇，真是厲害。簡直就把本命年變成了真的是好運年了。所以佛菩薩保着哈，真是佛菩薩保佑，又順心又順意。是，哎呀，就度過了一個本命年。對，我覺得這個真的是給我們很多犯太歲的朋友們很大的鼓舞跟啟發。是，對。你像這今年這個是馬年哈，就是馬年哈，哎，就給大家說幾個沖犯太歲的哈，香可。屬鼠、屬牛、屬兔，還有屬馬。對，這幾個哈，沖犯刑克，對太歲就是應該太歲星對你不利的哈，這幾個屬相哈，趕快到你附近的這個禪堂去做功德，點這個安太歲燈。要不然上這個菩提學院網點燈也是可以啊，都能得到保佑和幫助，好吧？對。哎呀，真是，所以你看，真是覺得感慨哈。這本來是個災荒年，對。關鍵他們夫妻倆都是這個同時，這個犯太歲，對，同時犯太歲本命年，而且還都好。對，都很好。對，這個是不簡單。老公是本來是根本就沒有新客戶的嘛。對。啊，最後拿到了一個大單子，找到了一個新客戶。這老婆的補習班，這就沒有好新學生的哈，新的學生來報名的，最後爆滿，新生爆滿。我就感慨，第一次，咱的藥師佛哈，就是大慈大悲，就是吧？你有一點發心，他就會給你光照萬丈啊，是，對，讓你這消除災難哈，這個除惡除障，是，哎，順順利利度過你的災荒年，就是真好，真好，太感恩師父了，哎，對，所以大家不用花太多的錢，花一點錢，哎，到學院點個燈，到禪堂上個香，就可能轉你的那個厄運。真是，其實他就是做了這個，他就是點了燈，上了香，然後呢，他說他會經常來禪堂念佛祈福，做義工，哎，對，對。但是我提醒哈，這位同修呢，那麼你這個挺好哈，這個年剛出哈，之後你要還願哈，還願哈，真是要還願。對，因為它有連貫性，這個時間上哈，是，我就是一提醒你自己去悟一悟哈，要還願。好，感恩師父的提醒啊。那我們也給他們送一份禮物吧，師父。好的，好的，好，菩提健康長壽的普洱茶，哎，又能夠得健康，又能夠減肥，哎，又能夠呢增長元氣哈，幫助消化。它減肥，它幫助消化，能夠正常的養了脾胃，就能。食物就分解出去，這多好啊！是。還有呢，這個衣服哈，哎，這個衣服啊，已經幾乎沒有了。就是。這留下來做紀念的。是的，你看看這個。對，上面有金剛經。這個好幾年了，你今天去買都買不着。對的啊，對吧？我們衣服都是限量版的。香可能讀嗎？這個是那個《金剛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亦作如是觀。對，這是《金剛經》的法句哈。哎，穿這個的人呢，其實就能夠避災避難哈，對，得到如意吉祥哈。這是對，這是《金剛經》的最
最经典的法具，你穿戴在身上就能得到护佑。应该已经没有了呀。对，都绝版了。网上应该没有卖的了哈。对对。这是我们留存的哈。所以我们这位网友特别的幸运。真幸运啊！这个纪念的这个衫儿给了你了哈。真是有缘分。有缘分，感恩师父啊！对。感恩师父，那我也是正好再次的提醒大家哈，我们今年的大年初一也是非常感恩師父，會為全球的網友朋友們也會上頭香。對，哎，早晨6點。早晨6點哈，為大家親自上頭香，在佛前祈願啊。那大家算算這個時間啊，今天都已經幾號了呀？2月13號。對啊，還有3天了啊。所以呢，想要在菩提學院網上哈，能夠得到師父這樣為你親自加持的頭香的網友們，一定不要錯過這樣的機會啊！錯過了要再等1年的哈。對，想消災延壽，好好讀書，找好工作，找好對象啊，這些都可以來上頭香哈。對對，一定要大家要記得哈，上學院網上去為自己和家人哈去供養上一份哈頭香。那同時呢，也給自己的親朋好友也要給他們去介紹哈。對，其實這一份最初的發心，你像我們3等頭香就護佑你1年的平安啊，只要8美金啊。讓所有的有緣朋友都有這樣的吉祥，能夠獲得佛菩薩的加持，在赤馬年能夠平安啊。這個8塊錢哈，就是在加拿大溫哥華這裡買麥當勞買1套麥當勞，比如說1包薯條、1個漢堡、1瓶可樂，買不到了，買不到，這12、13塊錢了，是吧？所以這是只能買1塊漢堡包，對，就最小的那個漢堡，甚至連紙都不給你哈。對，就是給這麼摳門哈，對，這麼一點錢，不是我們的佛不值錢，是為了利益方便大眾哈，不要為經濟的障礙啊，你有一點發心就能夠護佑你一整年，對，就是這樣的哈，不要說8塊錢只護佑你小事兒哈，真的不一定，比如說血光之災撞車之類的，也可能就消除這個事兒，那沒有了啊，所以佛是慈悲的。是最最偉大的，藥師佛是最愛人類眾生的啊！對，有一點發心就得到1000萬分的回報。太感恩師父了。對，要想上這個香得趕快哈，一共才2、3天的時間呢。對，是。感恩師父。對。好的，那接下來呢，我再跟師父和網友們分享一個故事哈，師父。這個是來自台灣新北禪堂的夢雨哈，供養黃財神，兒子戒賭，還升職加薪了。哦，這厲害。2023年浴佛節前呢，我真的是走投無路了。兒子沉迷賭博，3天2頭跟朋友出國賭錢，我和先生怎麼勸都沒有用，他還嫌我們煩，我只能默默地流淚，在心裡求佛菩薩幫幫他。浴佛節的那天，我到禪堂替他點了一盞祈福燈，我什麼都不求，只求他回頭。沒想到幾天後，他突然對我說：“媽，我以後不出國賭博了，我要安心工作了。”我聽到的那一刻，人完全愣住了，眼淚差點就掉了下來。2024年，兒子犯太歲，工作上的壓力非常大。常常深夜打電話來向我訴苦。有一次，他說這個月要衝10萬業績，身體幾乎撐不住了。我靈機一動，去禪堂為他供養黃財神，默默祈願他轉運開財路，平安順利。結果3天後，他興奮地打電話來說：“媽，我達標了。”接着業績一次一次的突破。農曆年前，公司又給了他60萬的目標，他說這根本是不可能的。我沒多說話，我又去禪堂默默地為他供上了燈。沒幾天，他激動地說：“媽，我做到了，公司還升我當了主管。”從戒賭到在工作中的升遷，孩子在短短的幾個月的改變，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過年的時候，我把為他在禪堂做功德的事都告訴了他。他沉默良久後對我說：“媽，我也想自己供養黃財神。”很有意思哈。是，其實我聽了挺感動的。我覺得很多公司都是要業績。
把人逼得死去活來的，這不容易的。是，關鍵是這孩子開始是賭博呀，這染上賭博了多可怕呀！這年輕人不懂事嘛，對，是吧？一不小心就吸個毒啊，什麼吸個嗎啡啊，就不懂的，而解除疲勞，最後成了毒癮，敗光家財哈。是。最後呢，還可能就是不得好死。对，毀掉一生啊。對。關鍵這孩子改了。對他媽就去禪堂給他供燈去了。對。媽媽說怎麼說都沒用。我說這孩子真是有佛緣哈。再接下來就是業績的壓力，這就好好工作了嘛。這老闆給業績10萬啊，咱也不知道這，反正10萬也是挺多的錢呢。可能10萬對高級的銷售者來說不多。但是他剛開始工作嘛，那他10萬他都跟媽媽說身體都撐不住了。所以媽媽就趕快去禪堂給他供養黃財神菩薩。供養後沒幾天，他打電話來說完成了，達標了。對。這麼快，這10萬塊錢就達標了。對。然後老闆更厲害，老闆直接給他60萬，不断往他加碼，最後加到60万。他還順利完成了。是。他不知道他媽天天去點燈去。對，他媽一聽有新目標，趕快去供養啊。對，所以這個母子配合真好啊。是。我覺得這是個好媽。這達標了。當幹部了。對呀，這老闆一看這小伙能銷售啊。對，直接升主管了。當主管。分享你的這個銷售方法。哎呦，真厲害。對。哎呦，我說這真是個好媽。關鍵对，他也可能他知道他也不是他一個人努力能完成的，所以他後來也知道他媽媽一直在為他做這些功德嘛，他自己也想還願去自己供養這個黃財神。對，所以真好哈。所以我聽到這兒很感動，我就覺得任何父母哈，就是浪子回頭金不換嘛。對，就孩子能夠回頭的，那父母真的是媽媽永遠太欣慰了，慈悲的愛他的孩子哈。是哎呦，但這個孩子好，回頭了。回頭了。不但回頭了，還一舉成名了。是。還當幹部了。哎呦，媽媽心裡好安慰啊。是的，媽媽的美夢成真了。替他開心。送禮物。感恩師父。好，咱送給這個母子啊，這個玉的平安扣啊，這個給這位兒子哈。好。這樣的你看，鑲嵌銀絲的一個天珠呢，給這位慈悲的媽媽啊。好的。祝你們功德無量哈，美夢成真。感恩師父。是我們禪堂的黃財神可真靈驗呢。對。我們總是聽到很多好的故事，就是對。接下來也想給師父帶來另外一個黃財神加持的故事哈。好。他這個是來自紐約的小杰，他說：“師父好，我兒子大學畢業後呢，在銀行上班，向家裡親戚湊了100萬，交給他做投資，沒想到呢，這一投下去就7年，不但一直虧損，還長期被套。”損失非常非常的嚴重，期間呢，親戚會偶爾急需用錢，卻無法退出投資，大家都承受着非常大的壓力和焦慮，兒子更是長期因為這個而憂鬱。2025年12月15日，我來到菩提禪堂，為兒子塑了黃財神金身，供燈，還請了香耳香爐，真誠地祈請佛菩薩與金菩提宗師的慈悲加持。非常神奇的是，沒過多久，我兒子就告訴我，他的投資就開始明顯上漲了。雖然過程中也有一些回調，但整體趨勢持續向好。1個多月後，兒子還告訴我，那項投資真的回本了。一回本呢，他就趕緊賣出，終於能把親戚的100萬全部給還清，解決了他7年多的投資困境。那一刻，我真的感動到哭出來了。到5月份呢，我又帶他來到禪堂，金盆洗手。他向我保證，以後再也不會做這種高風險的投資了。我們全家都無比歡喜，無比感恩，感恩佛菩薩的慈悲護佑，感恩金菩提宗師與黃財神菩薩的加持，讓我們一家重新看到了希望與光明。我們這個小杰啊，來自紐約的小杰網友哈，他也是。
兒子你看大學畢業在銀行工作，估計是做什麼理財呀、投資啊之類的哈。對。結果像親戚啊、朋友啊湊錢湊了100萬，是那個100萬可真的挺大的數目的，然後投進去就出不來了。對，普通家庭在北美100萬哈，100萬美金啊，幾家湊了100萬是很不容易的。對呀，是這樣的。結果呢，他們買的時候呢，其實是最高點。對。等買了之後就狂跌，是。一跌到現在，對，才回來了。哎呦，真的是一虧就虧7年了。不是你的精神壓力受不了，是他都抑鬱了，真的抑鬱了。親戚朋友要有錢，不就得找他嗎？找他又拿不出来，心胸再小的就疯了，是，真的受不了。大家都说闲话，你看，你說，因為他還勸別人投資，肯定說了一大堆口舌，是吧？肯定說增長15%啊、25%啊之類的。結果一買了之後，先跌15%，再跌25%，大家心都碎了，頭髮都掉光了，感觉。對，這肯定受不了，就頂着天大的壓力。是。對，所以勸人家投資想掙這個錢啊，要小心。有時候弄不好送命了就。對，或者精神病了就是。是。這個不容易。是。對。所以媽媽也是看在眼裡，急在心裡啊。最後呢，媽媽就來供養我們的黃財神菩薩，對，還為兒子請了一尊象耳香爐。結果呢，這1個多月以後，這市場就開始回溫了。你看這個好時候啊！對，反正是他投資的那幾個，我也不知道投資的是什麼吧哈。對。那幾個項目吧，就開始起來了。然後他那100萬就回本了，回本以後解套了嘛，兒子趕快賣。賣了以後，這一下子這個心就放下來了。對，7年吶，7年的困境終於解套了。對，黃財神幫你解決了。是。我在留言區看到哈，你們看看有個叫做拼音的吉祥如意108。有個人他說呢，他在這個波士頓禪堂，美國波士頓禪堂，艾米他叫艾米，他在2024年7月份。在波士頓禪堂呢，參加一個健身班，當時他個人呢供養黃財神1000美金。這是他7月份參加的嘛哈？對。7月份供養的，到了9月份開始呢，他們家的每個月的收入翻了3倍。真的太神奇了！他就在這網上的留言呢，翻了3倍，最高時達到了8000美元以上，最少時也要6000多。我的收入翻倍增長，直到現在，他都覺得簡直是不可思議哈。真好。你看波士頓禪堂，真好。然後下面還有一個那個溫哥華禪堂的那個留言，他說溫哥華禪堂送子觀音真的好靈，感恩師父。我姐姐的女兒34歲，結婚4年，一直懷不上孩子。2025年年初有幸參加溫哥華2級班，剛好看到有位送子觀音素經生，就為她做了一份。半年後她懷孕了。感恩師父。是在留言區我看到了。對。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咱這些佛菩薩就是真靈驗啊，有求必應，心誠則靈。好，咱們給這個紐約的小杰哈，給他是和他媽媽是吧？他是媽媽，他和兒子。對。好了，那給這個媽媽呢，給一個天珠哈。好。給小杰呢，給個手串哈。好的。祝你們都如意吉祥哈，成就你人生最美好的願望。收到，感恩師父。真好，真好。這些故事真開心。哎呀，就是開心啊！太棒了。對。好。那我再給師父分享一個。我覺得我們在剛才念的網上留言的那個，在波士頓禪堂艾米那個哈。好的。那名字應該是女生嘛哈？對。應該是吧。艾米就是女的嘛。那我們給她也送個禮物哈。好的。我送她呢一個天珠哈，帶有掐銀絲的天珠哈。祝這個艾米呢能夠健康長壽，如意吉祥。收到，感恩師父。我們還有個溫哥華，剛才還有一個苗苗，一個生孩子的，他叫什麼？苗苗。苗苗啊。好。你看这個，赤馬年來了哈。我們今年帶的呢是藍綠色更好一些哈。你看
這是一個天藍色的，多漂亮哈！一條念珠哈，送給文華的留言的淼淼哈，哎，得到送子觀音加持哈，哎，生了寶寶哈，恭喜恭喜哈！感恩師父。好，那師父，我接着再跟您分享一個好故事。好哈，好，來自寶林禪堂的李璐啊。他說：“師父好，我今年66歲，我是屬鼠的，正好趕上2026年呢，我是沖太歲之年吶。那今年的1月中旬呢，我的右眼連續跳了3天。我們的習俗是左眼跳財，右眼跳災。我右眼連續跳3天，加上今年沖太歲，我心中有很不好的預感。記得師父曾經開示過，修行人如果感受到了一些徵兆，就不能夠輕易的忽視。於是呢，1月19號一早我就回到禪堂，參加念佛祈福的活動，也為自己點了安太歲燈，向佛菩薩祈請，希望可以平安度過犯太歲年的不順，化解血光之災。當天晚上晚餐過後，我駕着車帶着太太去超市購物，在一處十字路口的左轉道等待紅燈。當時整條路上一共只有5輛車，都是在左轉車道上等候。我的車呢是第4輛，前面有3輛，我後面還有1輛，我們就說1、2、3、4、5這5輛車，他的車是第4輛車。就在這個時候呢，忽然聽見後方傳來砰的一聲巨響，我從後視鏡望去，停在我後方的車被一輛大型貨車猛烈地撞上了。我還來不及反應，就看到了這個肇事的貨車從我旁邊快速地衝過，又失控撞向了我前方的這第3輛車。那由於衝擊力太大了，這第3輛車又撞上了第2輛車，第2輛車再接着撞向了第1輛車，形成了連環追撞，現場一片混亂。一共5輛車停在路邊，其他4輛都被撞壞了，嚴重損毀，不知人員的傷亡怎麼樣。偏偏我的車夾在他們的中間，毫髮無傷，成功躲過了這一劫。我和太太都被這突如其來的驚險一幕嚇到了。事後，我想起師父在2026馬年12生肖運勢詳解中開示提醒我，屬鼠的今年要特別注意出行安全，尤其開車的時候要萬分的小心。若那輛失控的大貨車行駛的角度再偏一點，直接撞向我的車子，後果實在不堪設想。沒想到一踏入沖太歲之年，就經歷了這樣一場驚險的考驗。對此，我由衷地感到慶幸。幸好當天上午我有回禪堂念佛祈福，為自己點了安太歲燈，也慶幸我車內供奉着藥師佛吉祥卡，更慶幸我平日裡常在禪堂做義工，參加共修，積累了吉祥的正能量，才能在關鍵的時刻消災滅難，護佑平安。深深的感恩藥師佛與金菩提宗師的慈悲加持護佑。我也希望我的未來能夠抽出更多的時間回禪堂去做義工，以實際行動感恩師父，感恩佛菩薩。這個太奇怪的神聖驚險哦！是。哎，這我一開始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我覺得你家的中間怎麼就不撞你？就是繞過你去撞前面的車。前面的車再撞前面的車，太神奇了吧？就是，但確實是這樣的。那就是這麼發生了，一共5輛車。對，你看它這1、2、3、4、5，我們數一數哈，如果有圖的話一共5輛，它就是第4輛。對。那結果呢？第5輛被撞了以後呢，肇事的這個車繞過了第4輛，直接撞到了第3輛。你看，然後3輛被撞了，它就往前撞2，又撞1。所以一共5輛車，就他幸免於难。他是有選擇性撞擊，感覺有個金鐘罩給他給罩住了。對，对，所以有時候有福之人不用忙哈。你看他就这个好事就是没事儿，吉祥的。对，他这真的是遇難成祥，大事化小。他坐在車裡目睹了驚險的一幕。你說這不是車禍吧？但確實發生車禍。夠驚險呀！你說和他沒關吧？確實有關係。他夾在中間，撞的都是別人，他和車都好好的。哇，
說着人都不敢相信。对，你看，这就是咱们菩提同修发生的对我们真的这样的真实故事。哎，他也是一个经常去禅堂做义工的师兄。哎，对，哎，就别小看做义工哈。啊，所以有时候啊，你就是好好，我跟你说，如果你有一次好好做义工哈，这个佛菩薩這時候就發現你關注到你之後哈，你這一輩子從此變成一個吉祥的人。真好。我們說是個吉祥的人，就是說，一個是活到99歲，第二個不愁吃和穿，兒孫還賢孝，還沒有什麼大病，還不受人欺負，你看都是好的。所有的美夢都成真了。確實是美夢成真的。就這樣的哈。真好。這有時候你有這一次做義工，就能解決這麼大問題。何況他經常去呢。對。所以那個車也是挑選是繞過他撞別人。是。對，所以他也有預感。你看他在這個事，他知道今年正好就是沖太歲，他屬鼠的呀，就是這4個屬相之一。所以這個事情就發生在1月份。他那1月份連續3天，他右眼就跳。對。是。所以我說年關的時候哈，就真是要多做一些吉祥的事兒。對。是吧？我們各禪堂哈，也給大家廣告哈。我也希望我們各禪堂為大家哈，一個是叫新年的時候為每個來賓加持哈，還有呢，還有祈福念佛，還有呢，為每個人開的車哈，做一些進行清潔灑淨，消除一下你那個開的這個車上的過去的晦氣、髒氣、污濁之氣，哎，把那個氣除一除啊，對，帶來的都是好運氣。佛光的金鐘罩照着你和車啊，對，不要出橫事怪事，是，哎，讓這個佛菩薩保佑每一個真正發心的這個好人和菩提同修，啊，但你只要做一份功德，那就是一個好的菩提同修，對，那他就佛菩薩就護佑着你，就是這樣子啊，哎，他們這些見證就是如此呀，是的，啊，真好，我們就是親身經歷者，啊，哎呀。不可思議呀！得到了佛的這個加持護佑，哎，是最幸運的哈。有佛菩薩關照着，有師父關照着，是最幸運的。真好。好，那我們也給他送個禮物，師父。好的。他叫啥來着？李露。李露哈。好，送李露一個玉的哈，你看這種青玉的平安扣，這掛在脖子上哈。可能拍照出來有點像白的，其實是有點青白色的啊，偏綠色的哈。是，對，掛在脖子上哈，尤其是出入平安的，帶這個圓的哈。還有啊，咱們的紀念款啦，哎呀，金剛經，金剛經啊，來護佑着你哈，平安吉祥，一生平安。收到，感恩師父。好，恭喜李露哈。那師父，我們現在那個在直播上有一些網友們也在發他們的一些見證故事。好，讀一讀。對，給師父念2個。好。就是有這個金泰網友，他說：我的外甥，就是之前呢，就是一直頹廢，對找工作沒有信心。到了2025年呢，我外甥就供養了2尊黃財神，還點了光明燈12天，然後點了光明燈之後12天就找了工作。對，並且一找就是2家公司要他，現在工資翻倍，感恩師父。這個太棒了。對，那個黃財神圓滿心願的一個故事。對，然後恭喜哈。然後我們還有一個網友叫嗨佑，他說我的同事之前一直不懷孕，到2024年8月菩提日參加了大加持之後就馬上懷孕了，現在小孩已經出生，已經8個月大了。感恩師父。然後這個還有別的同事，他說我還有另一個同事，他想要換工作，之後參加了師父的見面會，辭職以後呢，無縫接軌，順利找到了新工作。感恩師父。太棒了。啊，對，聽着真開心，感恩師父。好，這2位朋友哈。哎，我們一人送他一個，你看，這個叫啥？金麥吉祥帶哈。絲帶啊，送給你們哈。這也是紀念款的。對，紀念款了哈，好幾年前的了哈。這是我們留着的一點哈。對。好，祝你們呢，哎，新年事事如意啊，吉祥幸福快樂。收到。好，謝謝。感恩師父。好。
好，那師父，我們今天也是分享了不少網友朋友們他們美夢成真的真實故事哈。真的好啊！啊，真的是聽着也很開心。開心。那我們在這兒也想請師父，為我們開示，就是其實我們每個人新年都有願望，都有美好的夢想哈。對。那讓美夢成真的關鍵點都有哪些呢？關鍵點哈。啊。哦，這我還真沒有準備哈，我想一想哈。這個關鍵點，其實我們說比較神奇的哈，是你要真誠的去在佛前許願，真誠許願哈。那麼當然，如果我們是普通要做的這件事兒哈，你許願之後呢，你還要身體力行，還有這個許願，從許願前到許願後哈，你還要是做一個好人，你不能去做坑蒙拐騙。你不能做一些特別坑人害人的事啊，還要做一個善良吉祥的人哈。在佛前要最真誠的心許願，啊，越純淨的心越好。哎，這樣你不用思考佛菩薩是怎麼給你完成的，就是說，比如說佛菩薩希望你是個富人，佛菩薩希望你今年是一路吉祥的，其實他看你一眼就在你身上就點了彩了。你被點彩之後，你至少哈，我們先說按年來說，你這一年絕對是吉祥的，什麼壞事都不會發生，就是這樣子哈。所以你保持一個真誠善良啊，許了願，許願前許願後，一定要是這樣一個好人。哎，而且呢，我還是建議你還如果再多說的話，還做一些勤快的人啊。我覺得天道酬勤吶。有個詞哈，就是天地之間都喜歡這個人是勤勞的，是不是？不管你多大財，你總躺的時候我不起床，啊，我吃飯我坐在床上。我說實話哈，真窩在家裡啥都不幹的話，你的身體一定會出問題，頭腦也會出精神問題。反而去務實的去幹，做一個真誠的好人，要勤快的人，是吧？有工作努力工作，是吧？不要偷奸撒滑。你是學生，就認真的好好努力去讀書，也要有一種哈，就當代的頭懸梁錐刺股。頭懸梁就是過去人留長頭髮嘛，因為沒有推子，沒有剪刀，就把這個頭髮綁在房梁上，說我困了之後啊，這麼蹬一下我就醒了嘛。如果實在困得再不行了，拿個錐子扎自己的腿，就是這樣。我們也不倡導這個做法，但是我們要有這種精神，頭懸梁錐刺股的精神哈。就是認真去做好你該做的事情，最後上天佛菩薩都會感動，說哎，給這個人一個出路吧，哎，就是這樣。因為一般的哈，佛菩薩還有上天都不會獎勵給那個特別懶惰的人，啊，千萬記住這個哈。對，那之後呢，如果還有機會，你那裡有禪堂哈，你別看哈，你可以少加一會兒班，你到禪堂來做會兒義工，哦。這個作用力哈，比你這個加班1個月，我覺得還吉祥。可能你將來可能連升3級，啊，你的財務升級，你的職位升級，你的幸福快樂升級，這多好呀！美夢成真了，哎，對，所以你要抽那個時間來到禪堂做義工。為啥做義工好啊？其實在伺候佛菩薩，在利益眾生。佛菩薩一看你，這是個吉祥的好人，點彩給你，哇，發達了你就，哪還那麼辛苦呀？對，所以要做一個吉祥的人，勤快的人啊，任勞任怨的人，還有一個呢，講信用的人哈，說到做到，不放空炮。比如早晨幾點鐘起床，你要做功課，還是讀書，還是開始運動，定下來就去執行。定下來不執行，你永遠成就不了你的美夢的啊！所以要信、願、行結合起來，才能夠最快速的成就。感恩師父慈悲開示。也希望我們網友們都聽懂了，今年都能夢想成真。對，好的，那就再次提醒網友們哈，我們的這個上頭香哈，還有
幾天啊就要截止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緊机会到菩提禪修学院网上，我们有1等、2等、3等头香供大家選擇。那1等頭香呢，也非常感恩師父，上1等頭香的網友朋友們還會獲得我們一個安太歲燈的這樣的一個贈送。那所有這3等頭香的朋友們呢，我們在上頭香之後都會獲得一個手機屏保上面有師父親自加持的吉祥語特別好看，而且呢也是每天都加持着我們，給我們一個生活的這個動力和吉祥的護佑特別特別的好。這倒挺好的。真的好。這個禮品你誰現在都離不開手機啊？對。一打開，我的那種祝福都在那裡頭。是的。香可手機上是那個東西有的，我們都有。對，你們都有了而且每個內容都不一樣。對了。每天看着都覺得被加持了，時時刻刻被加持，很吉祥特別好，特別感恩師父。被加持，被愛被護佑。是的。很好。感恩師父。對，那還有我們的安太歲燈對，我們今天也聽了網友們真實的故事，其實是一份小小的發心在佛菩薩前就會得到一份很大的護佑一年平安吉祥有的還得到了升遷真的是不光是求的平安，還得到了更大的回報。非常感恩，所以也是大家要抓緊這個機會，為自己和親人們去供上這樣的一份安太歲燈，還有藥叉神將保佑我的祈福燈。好的。我看有網友問了那個禪修學院什麼時候能進來禮拜佛菩薩這個應該公布一下好師父對。那我們菩提禪修學院其實從大年初一就開始了對，我們的大年初一每一天呢都會開放給大家那開放的時間應該是從早上9點半可以9點半我們就開放了。好。好，所以歡迎我們不僅是當地的北美地區的這個朋友們都來沾佛光。對。為佛點彩。對。那特別好呢，就是在大年初32月19號8點半，早上8點半到下午6點我們感恩師父會為大家做一個諮詢加持的見面會。也是。這個是比較小型的，對，我並不希望大家都來對，因為場地太緊張了，場地有限。對，好的。反正就是這些，就是大年過年的這一期間吧有機會來拜拜佛。對。還有機會有可能會見到師父，得到師父親自的加持。來拜佛許願。好的。感恩師父。好。好。那就今天內容就差不多了好的，那香可你說。好，那我們預告一下下一期的直播時間。是北美溫哥華，2月20日，週五晚上6點，然後亞洲台北時間是2月21日週六上午10點。好的，好，祝大家一切吉祥如意，長命百歲。幸福歡樂。我們下次直播再見。最後一句祝大家春節快樂吉祥。亲愛的朋友們，大家好。農曆的新年呢就要到了首先祝福大家呢新春吉祥，順心如意。大年初一是天地交匯、萬象更新的時刻。如果在佛前虔誠地敬上一炷香，就能獲得佛菩薩強大能量的加持，讓新年消災轉運，旗開得勝，開啟一年的好運氣。2026年又被稱為赤馬年，在這樣的年份呢，常常伴隨着變革和動盪，所以我們更需要為自己、為家人求一份平安，求一份穩定，求一份吉祥。
祈請大慈大悲消災延壽藥師佛以及諸佛菩薩、諸天神靈慈悲加持，護佑發心祈福的善緣大眾。愿每一炷头香能为众生消災解厄，帶來身心安康、平安吉祥。願家族興盛，子孫健康成長，學業進步，事業有成，財源廣進，福壽綿長，消除一切業障。我將在大年初一凌晨最早的那一刻，親自為大家點上頭香，祈請諸佛菩薩大加持。2026年國泰民安，天下太平，人人順利平安，家家如意吉祥。歡迎到菩提學院網站報名，在菩提學院網站首頁點擊上頭香的鏈接，選擇祈福種類，今年提供3個等級的頭香，3等頭香每份僅需$8，加持我們消災除惡、出入平安、一帆風順、如意吉祥。這一炷頭香為您守護1年平安、出門順利、吉祥隨行。2等頭香每份$280，加持我們消災除惡、招財進寶、人見人愛、馬到成功。在新的1年中祈請工作順利、財運增長、貴人出現、人緣提升、做事更容易成功。1等頭香每份$888，加持我們消災除惡、壽比南山、消除魔障、吉祥圓滿。這1等頭香為自己與家人祈請身體健康，消除病業災厄，消災延壽，護持全年平安吉祥。每一份1等頭香還特別贈送一盞$99安太歲燈，為自己或家人安太歲，帶來1整年的平安順遂。凡在2026年通過菩提學院網站報名上頭香的朋友，都將獲得一份特別結緣禮——宗師祝福手機屏保。成功下單後，即可在我的福利中查看並下載，讓宗師的吉祥祝福隨身相伴，時時加持，日日安心。請記得要分享這份喜悅哦。報名截止日期是北美溫哥華時間2月16日晚上11點59分。快來菩提學院網報名上頭香，開啟最吉祥幸福的2026年。让我與您相遇，小小的紅點裡，人生就此歡喜。我快樂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麗了。
相遇，小小的紅點裡，人生變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寬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為有了你，生命變得更堅定。